穿不了。独立，独立就能看到光吗？我叫徐佳怡，你们上你们的学，都别来惹我。你相信光吗？我出生在一个难以启齿的家庭里，没办法像普通女孩一样简单快乐的成长，在黑暗世界里挣扎久了，我对生活不抱有任何希望。你臭！别在那儿装了，起来！搞不到钱，今晚就别回来了。而这位奶奶的出现，就像一束光，照亮了我的整个世界。我在商店免费化完妆，会随手拿走货架上的眉笔，气球被同伴拽走，我们就娴熟地离开。随后来到手机店，悄无声息地换掉收款码。顾客扫完后，外面的同伴就收到了钱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这个钱好久没有扫进来啊？我不是付好了吗？1580。见老板有所怀疑，我们便匆忙地离开。虽然直播间里寥寥几人，我也卖力地推销着产品。要不是账号被封，我俩就会一直播下去。从一开始被逼着偷东西，到现在连门都出不去，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。还给吃了馒头，有的吃就不错了，他妈的挑三拣四，这得卖多久？还卖这点？负责监视我们的混混，一个善解人意，一个恶语相向，哄骗着我们穿上这轻条的衣服直播。你们两个把这些情趣内衣穿上，一会儿做点有意思的直播，比卖假减肥药挣得多多了。穿不了，他妈是不是给你免了？装什么装啊？你他妈以为你是谁啊？这一次次的快门声，如同刺在我身上的钢针。面对他们的羞辱，我决定逃离，不想继续承受这样毫无尊严的折磨。同伴性格软弱，面对他们的威胁，他是真的害怕了。佳怡，不播的话，我们真的会被打死的。我先播吧。我劝他不要任由摆布，却无意间看到桌子上的钞票。趁着我们换衣服的时间，我打开窗户，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。可同伴一直犹豫不决，眼看他们就要踹开房门，最终他还是跳了下来，但不慎扭伤了脚踝。我搀扶着他，无法加快脚步，而追击的脚步声却越来越近。没办法，为了让他脱险，我让他藏在角落。躲在车底的我，本以为逃过一劫。他拽着我的头发，亮出了手机，看着这耻辱的照片，我用尽全身的力气跟他抢夺。拉扯间，他意外滚下楼梯，生死不明。我鼓起勇气想去拿回拍照的手机，可他曾摔下来后就没了动静。看到他脑后的一片鲜血，我顿时愣在原地。没等我从惊恐中缓过神来，他的同伙也追了上来。我拼命逃跑，躲进一辆货车里。感受到汽车的启动，我想这次终于摆脱了危险。没想到这竟然是一辆冷藏车。看着头顶的冷风机，我用力敲打着车厢，然而一切却是徒劳。我只能靠在角落，把身体蜷缩成一团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车门终于打开。被发现后，我被带到了派出所。可就算身披大衣，我还是忍不住颤抖。就是因为这只小海豚，派出所走进来一群人，而这个不断打量我的奶奶，拨着我脖子上的挂坠，激动到哽咽。佳怡，我是奶奶。她温柔地抚摸着我受伤的额头，让我感受到了快要忘记的关怀。可就算她的眼泪多么的炙热，也无法熨平我这10多年的流亡之路。都说童年是人生的父亲，环境是母亲。不幸的童年造就了我现在的性格，多年的经历让我见识到太多的肮脏和人性。等我再打开房门时，身处在一个不算好也不算坏的家里。我换上一件臃肿的衣服，但比那破掉的丝袜要好不知多少倍。桌子上摆着蜡笔，水缸上还未擦去的痕迹。当看到缺失的空隙，这才让我心中泛起了一丝涟漪。我不禁想到了一个可能，从钱包里翻出了那支蓝色的蜡笔，直到画笔落进去的那一刻，原本让我不屑的归属感
此刻也缓缓地爬上了心头。我努力地回忆着以前的记忆。奶奶从背后走了过来。是你妈把你带走了吗？派出所去你家找了好多遍，说你妈结婚了，可找不到你。他把我藏起来了。我妈出车祸走之后，也没有人找我了。我找你，我一直在找你，你为什么不回来找奶奶呀？他说你不在了。说我的到来让这里变得热闹起来，看到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，我有种难以言喻的窒息感。佳怡呀，你上几年级？他跟一诺一边大，对，高2吧，肯定是高2，是吧？重点中学哈。哎呀，肯定重点中学。人家佳怡小时候就聪明，肯定是重点。面对众人的寒暄，我没有做出任何回应。你们或许觉得我不知好歹，可你们不知道的是，我的种种表现是童年创伤的行为，心理学称之为冻结创伤反应。当有人靠近时，我总会下意识地闪躲，一下子回到自我保护的状态。面对着热闹的环境，我会紧张得说不出话，好像自己被石化了一样。吃完奶奶剥的黄花鱼，我逃离了这喧闹的氛围。面对奶奶慈祥的笑容，我不知该以什么方式回应。等众人散去，我洗净了身体，却洗不净曾经的过往。你洗。连上网的那一刻，手机里传来无数条未读的威胁。你把周人搞成这样，你逃到哪儿我都不会放。不安的情绪再次将我笼罩，我关闭手机，悄悄打开房门。好在门口的小黄狗让我感到一丝安全感。佳怡，当我一觉醒来，早饭就递到了床前。我本想着拒绝，但还是拗不过固执的奶奶。她总是紧紧地牵着我的手，我试图抽出来，可她生怕把我弄丢。我俩就这样别扭地往前走着。虽然她挑的款式让我难以评价，但奶奶的爱或许从来不是挂在嘴边的甜话，是每当看到好东西都想让我拥有，是藏在油盐酱醋里的细水长流。买。随着上课的铃声响起，就这样我重返了校园。徐佳怡，你做个自我介绍。我叫徐佳怡，你们上你们的学，都别来惹我。我宣示完自己的立场，不情愿地坐在了最后一排。或许是在社会上漂泊惯了，我总感觉自己不属于这里。终于熬到了放学，同村的小孩像是奶奶请的保镖，一直跟在我的身后。一路上，我想了一起逃出来的同伴。我向小弟借了手机，可电话那头却始终无人接听，这让我有种不好的预感。自由发挥。虽然我对画画有着极强的天赋，但在美术课上，我却什么都画不出来。太久没有上学，让我无从下笔。你什么意思？展现空白美还是自由的灵魂？揣着吧，在我这画不完不能走。走吧，不用画了，可以走了。可他越这样说，越激发我倔强的脾气。掉落的口红让我想起小时候的画笔，我掰断了口红，在画纸上尽情挥洒我的情绪。当老师看到我的作品后，我不知道他会作何感想，但他让我加入特长班，我想这是得到了认可。我跟你们班主任说了，让你进美术特长班，以后放学你就上我这儿来学画画。可每次我拿起画笔，脑海里都是挥之不去的阴影。你画的这是什么呀？暗黑系吗？啊，你阴影打得很好，但是画画不能只看到阴影，你得看到光。一次次的临摹，却被一次次的否认。画光那么难吗？心里全是阴影吗？我哪受得了这样的批评，不服气的转身就走。干什么？当他拿出奶奶给我准备的小灶，我愣住了。虾酱、鲍鱼干、鱿鱼干。你来当这个文艺旁听生也是要交学费的，你为了他就不能努力一点儿吗？他怎么能理解我在阴影中的经历？我没感受过光，如何把它描绘出来？独立，
努力就能看到光吗？为了让我教你画画，他差点就给我跪下了，你知道吗，徐佳怡？你奶奶这10几年为了找你，一个人跑遍了大半个中国。你好好想想吧。看着一包包为我准备的东西，虽然不起眼，但都是奶奶能拿出最好的东西。感受到奶奶为我付出的一切，我努力朝着光的方向靠近。我本以为终于可以放下过去，开始新的生活，然而一通电话却打破了这短暂的宁静。他们向我索要10万，说到就把之前的事一笔勾销。你欠我半条命，得给我个说法吧。你拿我那2万还我，再加8万，咱们之前的账一笔勾销。我给你2天时间去搞钱，2天之内把钱打到我卡里，不然我让你后悔一辈子。密码正确，请选择交易类型。是回来那天，奶奶对我掏心掏肺，我做不到去偷她的钱来还。同村的弟弟疯狂撕扯着墙上的照片，周围围满了学生。当我从旁边走过时，看到的是那些耻辱的照片，虽然没有太过火的内容，但也足以让我身败名裂。听着同学们的冷嘲热讽，我就呆滞地站在原地，过往的经历一幕幕浮现在脑海，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。同学们一道道目光如同钢针，带着烧红的针尖刺入我的心底。我拖着沉重的步伐离开学校，行尸走肉般的我不知道走到了哪里，脚下传来的声响将我的麻木状态彻底击碎。当我来到海边冷静时，我感受到的不仅是如同海浪袭来般的摧残，更是心灵上的屈辱和无力。为什么我要承受这样的痛苦？为什么无论我如何走向阳光，都摆脱不了阴影的笼罩？学校报了警，当警察找到我说事情已经解决了，我才知道又是奶奶。你奶奶可真行啊，打电话约人出来说吃饭，把人给灌多了。她把2人约出来，客气地说要买断我的照片。买，先吃吧，吃饱了我带你们去取钱啊！来来来，给我个面子吧，奶奶敬你杯。来，等把他们灌多了，拿了手机撒腿就跑。我真是服了，没想到奶奶还有这么彪悍的一面。我去就是要告诉他们，嘉义背后有我这个奶奶。我把那个照片跟视频丢到大海了，他们以后不能再害你了啊！是奶奶把我从这阴影中一寸寸地拽向光明。此刻我如释重负，如同割断了缠绕在脚踝的麻绳。在那个老太太手里。虽然让我最担心的事情解决，但我还是对学校产生强烈的抗拒。陪我去看你爸。渔船上，奶奶让徐叔开船来到海上看望离世的爸爸。看着奶奶手指不断地扣着钢板，我知道这里一定有让她难以释怀的往事，一半敬大海，一半敬自己。她陪着儿子喝下最后一口。不管以前活成怎么样，从今天开始，不要跟过去较劲。海豚跃出海面，像是在回应我们的心愿。此刻我才明白，他是为了让我重拾信心返回学校，才不得不来到这个伤心的地方。这是你小时候我跟你一起栽的蔷薇种子。当多年前的蔷薇种下的那一刻，我相信希望的种子终究会发出新芽。再种一个。林静，终于联系上了同伴，这下我也彻底的放下了心。我心中的那扇窗也终于被打开，勇敢地迎接生活里的光明。我不再蜷缩着防备世界，会主动来到码头上帮忙，开始追赶落下的学业。而生活就像一张画布，我的生活不再只有阴影，逐渐被暖色填充。我在奶奶的脸上轻轻地拍上防晒霜，虽然手指在苍老的脸上摩擦，但阻挡不了那灿烂的笑容。原来被爱拖着的日子，连呼吸都带着甜。我向老师递上了一幅画作，我知道了什么是光，我把心中的光描绘在这画纸之上。画得真不错。老宋，
咱们那块的考前培训班是不是快开始了？或许老师看到了我的改变和进步，他打电话给我索要了一个培训班的名额。听到他说要带我去福州备考华南美院，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这是我做梦都不敢触碰的梦想，现在却真真切切地摆在我的面前。我转着圈摸着大树的藤蔓，感受着真实的感觉。我从未如此快乐过，也从未如此的对未来充满期望。故事到这里本是圆满的结局，可有些事情终究要面对。一诺，你去帮我买瓶水呗。一个人要隐藏多少秘密，才能巧妙地度过这一生？我叫徐佳怡，或者曾经他们叫我李思然。现在这个名字来自12年前的一场车祸。当年徐佳怡被母亲偷偷从奶奶身边带走，爸爸认为她是个累赘，就当爸爸和后妈争执中意外出了车祸。你画个盔甲就成了。最后后妈和佳怡抢救无效死亡。为了骗取高额保险，爸爸让我顶替徐佳怡的名字，将蓝海豚戴在了我的脖子上。从此李思然变成了徐佳怡。你有2个女儿，死的这个是我亲生女儿李思然，还好佳怡还活着。这才有了我和奶奶重逢的短暂喜悦。这个男人的出现不光遮住了绚烂的阳光，也遮住了我对未来的可能。他一张口就是12万。我没有钱。知道你没有钱，奶奶不是有钱吗？她的房子不是刚租出去吗？你得帮帮我，你不能看着我死了。我面对这张熟悉又陌生的脸，无数痛苦回忆浮现在我的脑海。嗜赌如命的他为了钱让我去偷手机，被老板发现后当街打骂。我抬头望向天空，除了阴暗，却什么都看不到。儿时的那场大雨似乎到现在还没有停下，但这次我不会退缩。欺负我可以忍受，但欺负奶奶我绝不允许。我冲进了大雨之中，直面自己的恐惧。你不要再找我了，我没有钱给你。你也别去找奶奶。奶奶，我把你养这么大，你给我还钱不应该吗？听到他的话，我的后槽牙都快咬碎。转身发现了一把铁锹，我毫不犹豫的就抽了出来。我不会给你1分钱的。真是长大了。我给你打，你敢打吗？你他妈打呀！此刻我心中充满怒火，我以为会遭到他的报复，但头破血流的他却笑出了声。你就能过好日子了。等佳怡高中毕业就交房。奶奶在名字上按下了手印，这住了几10年的老屋几乎是奶奶的全部。可是你问我要把这个屋子留给佳怡的。听着奶奶对他们的叮嘱，我站在屋外默不作声，试图感受这最后的关系。可奶奶为我的好，对于现在的我如同一根根刺入心底的针。我愧疚地瘫坐在地上，泪水也十分不争气地模糊了眼睛。坐好坐好啊。看着一早出去工作的背影，我下定了决心。我留下了一张张字条，拿上了那支蓝色的蜡笔，涂抹了缺失的颜色。我用手指轻轻抚摸着画作上的脸庞，仿佛又回到了那天的海边。随后我把画框挂了回去，蜡笔也放回了原位。我从枕头上拾起一根发丝，把那张为奶奶画的素描贴在了最显眼的位置。趁着奶奶睡着，我钻进了她的被窝。我就这样看着她，生怕会忘记她的模样。我背负着徐佳怡的名字，准备前往新的城市。奶奶从兜里掏出一张银行卡塞给了我。她的密码是会有您和阿爸能回来的那一天。海风吹拂着发梢，泪水再次湿润了眼眶。离别总是伤感的。他不情愿地举起挥别的手，又迅速放下，眼中充满难过与不舍。望着离我越来越小的身影，我的泪水忍不住滑落。奶奶！来到新的城市，我没有选择继续学业，只是给卓老师留下了一封信。卓老师，这幅画叫告白，请您把它交给奶奶，也替我把银行卡还给她。她让我看到了光，但我不能
带进黑暗，留下的不光是心，我还给邻居留下了用奶奶那根头发做的血缘报告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我还能躲在他怀里哭，还想再吃他剥的鱼，还想让他牢牢地牵着我的手，可这一切终究是一场梦。假的，全都是假的，你们被骗了，别再搞了好不好？善意，假的。你好，我叫李思然，我要报警。我举报了11年前的那场车祸，主动坦白了曾经犯下的罪行。当再见到奶奶时，看着她刚想扬起的嘴角又沉了下去，无助地询问着佳怡的下落。她眼中的失望与依然舍不下的执着，让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，只能说出残酷的事实：佳怡小时候就走了。任凭她的巴掌扇在我的脸上，也换不回那个被我顶替了11年的女孩。我只是呆呆地看着奶奶，心里没有丝毫怨恨。我该早说的，该在她第一次给我剥黄花鱼时就坦白，该在那个老房子里醒来时就告诉她。可现在似乎太晚了，一只小海豚被奶奶拽走时，也带走了我的另一段人生。除了卖假减肥药，你还参与了多起盗窃案，属实吗？属实，我没有挣扎，也没有狡辩，毫无保留地坦白了一切。我想或许认下所有罪责，才能让内心的愧疚感减轻。冰冷的手铐把我困在墙角，双眼无神的我呆呆地看着前方。我想此刻奶奶会得有多么的痛心，但现在我什么都做不了。无力感和懊悔此刻已填满心扉。我知道自己是多么不可原谅，只能不断地重复道歉。画板被缓缓打开，伴随着哽咽的哭声，奶奶轻轻地摸着画作，她牵着2个孙女，在海水中向光而行。你和林静、周仁、朱奎伙同作案，售假金额高达96300元。法庭宣读着我的罪责，我始终低着脑袋，不敢抬头，不敢看向那些曾经对我充满期待的目光。是否属实？你说是就是。此时我心如死灰，再多的罪名对我来说都已经无所谓。我用欺骗换来毫无杂质的爱，只有处罚不断加码，才能让我的内心得到一点安慰。随便判吧，我不早就认了吗？就算奶奶悄悄的出现，我也不再抱有任何希望。对面这孩子你认得？认得，他用佳怡的项链骗我把他带回家，他用一支蜡笔骗我相信他，他用一些防晒骗我喜欢他。就是因为这一条项链，我才下定决心到海上去跟我儿子打个照片。就是因为这一支蜡笔，小佳怡以前没完成的那幅画，终于可以完成了。奶奶诉说着被骗时的喜悦，诉说着归家有人等，诉说着墙上的画，诉说着跟我在一起的时光。没想到最后真正击溃我内心的不是黑暗与挫折，而是奶奶给我的那些温暖。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相信。法官宣读了判决结果，我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9个月。9个月的时间让我卸下了所有罪责，生活也变得轻松了许多。我没脸再去面对奶奶，就在外面打起了零工。当我看到了许久未见的徐叔，他跟我讲述了奶奶的近况。奶奶得了老年痴呆，常常说自己有2个孙女，她还是惦记着我，害怕我回来没有住的地方，将租房的客户赶了出去，自己却住在养老院里。养老院的人没看住她，村民们找了很多天也没能找到。我焦急地寻找奶奶的踪迹，当看到路边小女孩衣服上的花，我想到了一个地方。我在这片开满蔷薇的悬崖不断地呼喊着奶奶，没能等到她的回应，却看到了那只小黄狗。果然在石头的缝隙处，我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。奶奶没了之前的干练，
整个人显得十分憔悴。看到我后，他像个孩子一样大声地哭了出来，一头扎进了我的怀里。或许此刻，在奶奶的世界里，不仅有佳怡，还有我自己。从这天开始，我辞掉了工作，专心照顾奶奶。是她的包容与付出，让我挣脱了过去的阴影，找到了人生的光。我不再试图逃避李佳怡这个身份，就算没有血缘的契约，一大一小的两个灵魂也会彼此照亮。每个人都离不开爱与希望，而爱从不问来路，它只在彼此凝视的瞬间，让生命灿烂如初。希望在黑暗时光中的人都能像蔷薇一样，从淤泥中破土而出。朝阳下，长出刺，开出花。